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由 NE555和功率管、开关变压器组成的开关电源。它是一个 DC 转 DC 的电源，只不过是隔离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输出波形，我们看是方波，标准的方波。我们可以把幅度开大一点。它的幅值是跟我们输入的电源电压是相同的。在这里呢，它是一个13伏的幅值。占空比呢是根据我们输出所需的功率来调节的，这里边是设定的，不是调节的。我们看它的占空比是 27%。用 NE555 做电源是比较方便的，只要输入电压是稳定的，那么它的输出电压基本上就是稳定的。它的8角是供电，当4角为高电位时，芯片正常工作。在这里边，它的4角和8角是接一起的，2角和6角是接在一起。2角是低电位触发端，6角是高电位触发端，3角是输出端。通过这儿接 22O 电阻接这个功率管的3极，另外有一个 10K 电阻对地进行分压。其实就是当芯片没有输出的时候，能够使长管3极彻底接地，使它保证完全截止。4角我们刚才说了是接高电位，芯片正常工作，它是一个复位端。5角是基准电压调节端，在这里边接了一个 0.1 微法的小电容，相当于没有使用。6角是高电位触发端，7角是放电管，7角的放电角接在这个电阻上，这个位置有一个 220K 的电阻，这个是一个 20K 的电阻，这个 220K 的电阻上边接8角供电，然后呢通过这儿中间位置接7角，然后这端是通过 20K 电阻接2角和6角，另外这儿还有一个二极管。那么很显然它的充电速度快，放电速度慢，要使它工作当然少不了这个充放电电容。这个充放电电容看着它的容量和体积与我们这个 0.1 微法的很像。这个就是功率管了，功率管的3极是通过这个 22O 电阻接 NE555 的3角，它的原极接地接我们输入的负极，它的漏极是通过这个开关变压器的初极接我们这个电容的正极，它的输入电压应该是13伏左右。那么它的输出电压呢分2组，我们看这个变压器呢，输出是有2个绕组，1个绕组2个绕组，那么接了正反2个二极管，这端也是正反2个二极管，这样呢它就有2组隔离的电源输出，同时输出一个正18伏和一个负18伏，通过电容滤波得到一个正18伏和负18伏，再通过7815和7905输出一个负5伏和正15伏，给我们的这端的光偶进行供电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个就是 NE555 以前的万能芯片，3角输出通过 22O 电阻来驱动这个长管，这端是开关变压器，这个是初级绕组，这端有2个次级绕组是完全隔离的，那么就分2组输出，这组输出一个正18伏和一个负18伏，这组同样是输出一个正18伏和负18伏。它的1角是接地，2角和6角接在一起，2角是低电位触发端，6角是高电位触发端。当2角低于1/3电源电压值的时候，3角输出高电位，当6角高于2/3电源电压值时，3角输出低电位。这里8角通过 240K 电阻，然后再通过 20K 电阻和这个二极管给这个电容进行充电，这个电容是一个无极性小电容。当这个位置在充电的时候低于1/3电源电压值时，2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高电位。随着电容充电的继续，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于2/3电源电压值的时候，6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低电位。当6角受触发时，7角内部放电管开始对地放电。由于
这个二极管反向截止，所以通过 20K 的电阻进行放电。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六角受触发的时间长，二角受触发的时间短，所以它的输出占空比是 27%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